有缘人又见面了。脑袋决定钱袋，这本书中有一句话，我非常认可。贫穷是一种思想障碍，而不是一种经济状态。富人最大的资产不是他账户上的数字，而是他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。很多时候，让一个人陷入贫穷的，不是经济上的困顿，而是思维上的牢笼。赚钱的思维就是区分普通人和富人的聚宝盆，拥有了它，就能财源滚滚，成为富人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首先是32种认知，请牢记悟透。1. 祖辈开荒，不如10年寒窗；10年寒窗，不如3代从商。市场增量在哪，就去哪。社会财富指向的方向，就是你的方向。2. 别人只会羡慕你成功后拥有的财富，并不在意它是怎么来的。99%的人很懒惰，他们不会去学习。所以，一旦成功一次，你将拥有无限的赚钱基础。3. 打工就按钱劳作，不必拼命。资本给工人的薪资定位就是螺丝钉价值，太拼命就是浪费时间生命。没有一个老板不珍惜身体，你得学习有钱人在意的资本。4. 普通人家的父母和学校只能给我们教一些生存能力、和平混社会的技巧，做一个乖巧的打工人。要发展，他们教的那些越往后越不管用。5. 富人喜欢吹牛洗脑画大饼，穷人喜欢听话照做反思自我。6. 嫌你穷又怕你富，不危及生存。人们不会团结，这是几千年来的智慧，也是人性规律。7. 永远研究未来可能闷声发财的行业，人工智能、医美、牙科、眼科、陪护、自媒体等，研究轻资本赚钱机会。8. 不让小事成为大麻烦，不在大事上犯马虎。9. 赚钱很重要，赚钱就是正义的，因为你需要钱解放人身自由。要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有价值，这是唯一最重要的事。10. 想变得富有，工作必须复杂，体力、脑力、情感都兼备，你的收入不会低。11. 富人能赚大钱的本质，永远跟随最宏观经济而动。少做事，多准备，永远做最重要的事，永远运行规划逻辑。整天忙着工作的人，没有和金钱交朋友。12. 利益，金钱是跨越物种、国别的最好沟通工具。13. 说到就要做到，做到才拿出来说，有一次就能摸到财富的窍门。14. 永远别为省钱花太多时间。穷人花时间省钱，富人花钱省时间。富人花钱买价值，穷人花钱买便宜。你要懂得，有价值的东西少，便宜的东西多。所以富人的钱花不完，穷人的钱买一堆花时间还买不完的便宜货，最终既没有时间也没钱。15. 在没有正确的事情出现时，就休养生息，正确的事才投入勤奋。10% 靠努力，90%靠正确的选择。在人生的漫长旅程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诸多选择与状况。有时候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处于混沌未明的状态，并没有清晰且正确的事情呈现在我们眼前。这个时候，不妨选择休养生息，就如同在寒冬里默默积蓄能量的种子，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。要知道，盲目的勤奋努力，可能只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疲惫
却收获寥寥。真正值得我们全身心投入勤奋的，是那些被认定为正确的事呀。毕竟有句话说得好，做事情往往是10%靠努力，而90%靠的是正确的选择。只有选对了方向，我们的努力才如同顺水行舟，能更高效地推动我们驶向成功的彼岸。所以别一味地只知埋头苦干，先去甄别何为正确之事，再全力以赴也不迟。16. 普通人的一生需要依靠一门技能作为杠杆，你必须把自己的技能打磨到 top 级别，才有机会致富。一生的时光看似漫长，实则充满了为生活奔波的琐碎与不易。在这平凡的日子里，若想改变生活轨迹，实现财富自由，往往需要依靠一门技能作为有力的杠杆。这技能可以是精湛的厨艺，能烹饪出令人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；可以是高超的编程能力，敲出一行行改变世界的代码；也可以是娴熟的手工艺，打造出别具匠心的精美物件。然而，仅仅拥有技能还远远不够，你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，不断去钻研、练习，将自己的这门技能打磨到 top 级别，使其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佼佼者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抓住难得的机会，开启致富的大门，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足且理想的生活。17. 少听自己觉得正确的大道理。道理通常是成功之后的体会，过程跟结果完全不是一码事。听1000遍，不如向得到结果的人请教一次。我们在做事的过程里，会面临数不清的实际困难、复杂状况以及各种意外。那其中的酸甜苦辣、曲折坎坷，只有亲身经历了才清楚。而结果呢，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。过程和结果完全不是一码事呀。所以，与其把时间花费在听那些空洞的大道理上，哪怕听了1000遍，可能都只是左耳进右耳出，还不如主动去寻找那些已经得到了理想结果的人，诚恳地向他们请教一次，他们所分享的实战经验，或许才更能给予我们切实的指引和帮助。18. 不要花太多时间花钱，但花钱时就买价值。你的物品不需要多，但每一件都能给你带来金钱、名誉和赞赏。比如购入一本经典好书，它蕴含的智慧能启迪思维，让你在与人交流时展现深刻见解，赢得他人赞赏；或是投资一件高品质的艺术品，随着时光推移，其价值可能不断攀升，带来金钱收益的同时，也彰显着你的独特品味，收获他人的钦佩。在消费时秉持这样的理念，便能让每一次开销都成为积累，助力我们收获更优质的生活。19. 要学会借用低成本杠杆，借鸡生蛋。人脉、低利息的资金、知识、互联网流量都可以成为杠杆。善于经营人脉，朋友的资源与帮助或许能助力你轻松敲开成功之门。合理利用低利息资金，能让小本生意有机会扩大规模。知识更是有力武器，凭它可以创造出高价值的产品或服务。而把握互联网流量，就如同站在了风口，能让你的创意作品快速传播，吸引众多关注，从而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，实现人生的跨越发展。20. 复制、抄袭是最低成本的实践方式。
当我们初涉某个领域，对诸多内容玄蒙懂无知时，通过借鉴他人已有的成功案例、成熟模式，能快速知晓其中的基本流程和关键要点。比如模仿优秀的文案写作结构，参照成熟的商业运营思路等，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头摸索，就能在模仿的过程中去体会、去实践，进而慢慢掌握其中的门道，为后续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，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成果奠定基础。21. 雇佣老实人，但不要做老实人。老实人往往有着脚踏实地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，是团队里可靠的力量。所以雇佣他们利于工作的扎实推进。然而在职场等诸多场合，如果一味只做老实人，不懂争取合理权益，不会灵活变通，面对机遇也不敢主动把握，就容易错失发展机会，甚至可能被人忽视，难以脱颖而出。所以要懂得适度展现锋芒。22. 赚到钱才是开始，还有守财。财富和财商的传承更艰难，也更重要。仅有积累还不够，财富和财商的传承更艰难，也更重要。它并非简单的资产移交，而是要将正确的理财观念、敏锐的投资眼光以及应对风险的智慧传递下去，让后辈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让财富持续增值，延续家族的兴盛。这着实是一份沉甸甸且意义非凡的责任。23. 远离赌博。远离赌博。远离赌博。24. 拥有专业经理人团队或者人脉，私人医生、律师、财务等，就如同为生活与事业筑牢了多道坚实防线。专业经理人能助力事业高效运营，合理规划发展。私人医生可随时守护健康，让人安心。律师在面临法律问题时提供专业意见，保驾护航。财务则帮忙打理财富，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。这些资源汇聚起来，能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从容。25. 注重第一印象。它好似一张无形的名片，能在瞬间决定他人对你的基本态度。无论是商务洽谈还是日常社交，得体的穿着、礼貌的言行等营造出的良好第一印象，会为后续深入交往、达成合作等都打下较为有利的基础。26. 做长期主义者。因为暴富随机，返贫再难回来。那些靠运气或投机取巧获得的财富，犹如泡沫，一戳就破，一旦失去便很难再拥有。而秉持长期主义，是一步一个脚印去耕耘，在时间的沉淀中积累实力，打磨技艺，打造稳固的财富根基。虽过程缓慢，但收获的成果扎实可靠，能让我们稳稳地走在富足且可持续的人生道路上。27. 演讲能力。讲故事的能力、销售能力是富人的赚钱杠杆。凭借出色的演讲能力，能在台上自信展现观点，吸引众人目光与资源。讲故事的能力可将理念、产品融入情节中，巧妙打动人心，引发共鸣。而销售能力更是直接推动交易达成。掌握好这几大能力，就如同手握利器，能在商业的舞台上不断拓展财富版图，让赚钱变得事半功倍。28. 富人优先考虑利益，克制律己，能做到尊重规律。穷人永远优先考虑感情依赖和空虚的面子。
富人深知利益是立足的根本，用自律把控行为，依规律去布局谋篇，从而让财富不断累积。穷人常因人情而做不划算的决策，为了所谓面子打肿脸充胖子，忽略实际情况，导致错失诸多发展良机，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愈发艰难。29. 普通人想要实现圈层跃迁，一是找贵人，二是永远攀爬到更上层的行业和职业。收入达到差异，本质是基础技术的层级，以及服务的客户等级。30. 培养双赢的价值观、合作观，钱、能力流动起来才会越来越多。31. 你要聪明些，要懂得这个世界。一套规则是给打工人准备的，一套是给未来的你看的。32. 永远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这32种认知需要你慢慢消化。同时还有另外7大思维方式，你也需要知道。1. 情绪。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曾受邀到华盛顿大学进行演讲。有个学生问：你们是怎么做到比上帝还要富有的？巴菲特回答：答案很简单，成功与智商无关，关键在于理智。比尔·盖茨说：我非常赞同巴菲特的观点，掌控情绪的能力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功。不难发现，越是厉害的人，往往越懂得控制情绪。我想你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，遇到蛮横无理的客户，情绪上头的时候出言顶撞，结果搞砸了合作。接到一项任务就开始唉声叹气，还没开始干，就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作家胡弗兰德说，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中，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，往往就是过度的情绪。真正聪明的人秉持事在人先的原则，遇事先处理事情，再处理情绪，这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格局。2. 社交。在百家讲坛中，主讲人赵玉平提出过一个问题：一只鹤立于鸡群中，是鹤比较难受，还是那群鸡比较难受？有人说，鹤进鸡群是一场降维打击，鹤才不会难受呢，只有那群鸡会在他面前自卑。可赵玉平老师却说，鹤立鸡群最终的结果只有2个，要么被鸡群逼死，要么只能被鸡群同化。其实这2种观点也是穷人社交和富人社交最大的区别。圈子是有同化作用的，但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。向下社交或许能得到短暂的优越感，却也意味着永远停留在鸡群。选择与高人为伍，或许一开始会面临痛苦打击，最终受益的一定是自己。就如犹太圣典塔木德中的那句话，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。3. 工作。经济学人发表过一个调查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：近30年来，中产和贫困阶级的工作时间在大幅下降，而精英和富人的工作时间却在大幅提升。50%以上的亿万富翁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5个小时。产生这样的原因有2个。穷人更关心时间产出比，认为工作就是出卖时间。如果报酬不到位，上班摸鱼，下班躺平，便是他们最好的反抗方式。富人则认为工作的本质是创造价值，不断在工作中精进自己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带来更多收入。经济学教授薛兆丰说过一句话：人
永远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。当你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去经营，你现在努力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增值。4. 理财。看过一个统计数据，在美国，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高达 75%， 每年12名中奖人员中有9人破产。大多数头奖获得者会在中奖后不到5年，因挥霍无度再次陷入穷困。不懂得管理金钱的人，迟早会被金钱抛弃。同一笔资产，不同的运用方式，结果天差地别。你拿来投资学习，会增值能力；你拿来投资理财，会收获财富。但如果你只会吃喝玩乐，沉溺在放纵的欲望中，最终结果必然是消耗了自己，也挥霍了财富。社会研究专家托马斯·斯坦利曾搜集过北美千万富翁的资料，研究他们的背景和致富过程。结果发现，有钱人更善于运用金钱。会挣钱是一种能力，如何管理金钱才更见本事。5. 行动。作家马迎春在《不做金钱的奴隶》中讲过一个故事。有对兄弟同时看到了鞋子商机，决定每人办一家鞋厂。哥哥说干就干，立马请来师傅工人，购买机器原料，不出半个月就把产品推向了市场。弟弟则踌躇不决，那么多鞋厂，怎么与其他人竞争？如果失败了，亏空怎么填补？他犹豫观望，哥哥销路不通，资金周转不灵时，他暗自庆幸。当哥哥打开销路，赚得盆满钵满时，他又后悔不迭。最后，哥哥在全国建起庞大的行销网络，而他依旧在原地打转。黑天鹅中有句话，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，想都是问题，做才是答案。6. 欲望。看过一段关于延迟满足的表述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推迟满足感不是不贪图安逸，只是重新设置了人生快乐和痛苦的次序。首先，面对问题并感受到痛苦，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，这才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。低级欲望靠放纵，顶级欲望靠煎熬。越是富有的阶层，越擅长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。别人沉迷于追剧、打游戏时，他们在读书、看报、了解时事信息；别人熬夜游走于各种酒会派对时，他们在逼自己学习最先进的财富理念。欲望是人为的贫穷，你的欲望在哪个层次，财富就在哪个层级。7. 坚持。一张足够大的 0.04 毫米普通纸张，将其反复对折64次，大概会有多高？很多人觉得一张薄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纸，再怎么折10米、20米已经是极限了。然而，如果你计算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其高度有166020696万公里，而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才38.4万公里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拥有复利思维的人，会结合当下价值和未来复利，做长期而正确的事。比如读书复利。作家李笑来在新东方当了7年的英语老师，每天雷打不动看书2小时。后来他出书，开专栏，分享自己的所学知识，短短5个月就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收入。比如健康复利，硬核大爷张全通从31岁开始，每天慢跑2公里，游泳半个小时，
整整坚持了49年。如今80岁的他，不仅样貌身材比同龄人年轻，精神力、记忆力也远超同龄人。生活中，我们总想追求短和快，最好今天行动了，明天就能看到结果。可没有量的积累，哪有质的飞跃？有些事，或许1、2天看不到结果，但长此以往，它必然会为你带来丰厚的回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作家易翔说，穷人穷口袋，富人富脑袋。一个人最可怕的，不是口袋没钱，而是脑袋空空。学会和富人一样思考，培养成为富人的习惯，你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